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谢谢您。我的女友出轨了，和她大学时期喜欢了3年的白月光，她一心想要和我分手，弥补青春时期的遗憾。可她不知道的是，那个男人只是绑定了换命系统，要用他的命去救自己的爱人。我想将真相告知他，却偶然得知他擅自打掉了我的孩子。挺好的，一个人真的想找死的时候，你是怎么也拦不住的。我和苏锦柔在一起已经2年的时间了，但自从他上个月参加完大学的同学聚会之后，就一直心不在焉。不仅常用工作上的事情作为借口加班，连往日里总要叫我约会的周末也都说和小姐妹约了逛街。但真正意识到他出轨了这件事情，还是我亲眼见到了江胜。我是在娱乐公司上班的，江胜作为新一代流量小生来公司宣传新剧，见到我的时候表面上毕恭毕敬地叫着我哥，但和他握手的那一瞬间，我却听见了他的心声。这就是苏锦柔的男朋友，长得人模人样的，连女朋友都看不住。我愣住了，握着他的手没有松开。那还不是宿主你厉害，只是同学聚会让女主见了一面，就对你念念不忘的。这不是江胜的声音，是另外一个 AI 合成般的电子音。江胜抬起头疑惑地看向我，哥，怎么了？我有些摸不到头脑，但还是不太好意思地松开了他的手。是我的幻觉吗？可为什么这个声音如此的真实，而且旁边的同事似乎都没有意识到的样子？我心中存有疑惑，有心想要再找机会试探一下。江胜要在我们的公司里做现场直播，给他递道具的那一刻，我的手指又一次擦过了他的手背。意料之中的，我又一次听见了他的心声。系统，我攻略完成之后，妍妍真的能醒过来。放心吧，宿主，一命换一命，再正常不过。那就好，就是可怜了他，女朋友出轨了，还被蒙在鼓里。江胜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丝怜悯。到了如今，我终于可以确定我没有出现幻觉，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站在人群中，看着聚光灯下笑容满面的江胜，只觉得自己的大脑正在嗡嗡作响。系统攻略回家。我不看言情小说，但苏锦柔却总是捧着手机看得没完没了，偶尔也会和我交谈小说里的内容。我很清楚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但这些话都没有苏锦柔出轨一事对我的打击来得更大。和苏锦柔相识是在2年前的一次商业聚会上，彼时的她还是刚刚初出茅庐的实习生，被那个已经地中海的老板带着四处与人敬酒。我眼睁睁看着小姑娘喝到脚不虚浮，而身边那些穿着西装的男人们一个个仿若正人君子，可手却已经伸向了她的腰。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是行业翘楚了，可苏锦柔这般模样还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什么都不懂的自己。毫无疑问的，我将苏锦柔救了下来。她红着脸不断对我鞠躬表示感谢，我们顺理成章地交换了联系方式。在那之后的3个月里，我和苏锦柔每天都在聊天，她喜欢给我发自己做的饭菜，喜欢和我吐槽工作上的不顺利。而3个月后的情人节，苏锦柔红着脸和我告白了。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她那天晚上的眼睛有多么漂亮，比起诗歌里的银河还要更加闪耀。这样的一个小姑娘，真的会背着我出轨吗？直播结束之后，我浑浑噩噩回到了家里，苏锦柔正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卷发。她穿着黑色的包臀裙，脚上是一双高跟长靴，看见我回来之后，也不过是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扑闪着的假睫毛和飞扬的眼线都很漂亮，只是都没有从前漂亮。你回来了？我把西装扔在了沙发上，想要和他聊一聊江胜的事情，但很显然苏锦柔并不打算给我这个机会。她喷了2下香水之后就打算出门，期间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给我。我晚上和朋友外面吃饭，回来的比较晚，你不用等我了。我一怔，伸手拉住了苏锦柔的手腕，开口的语气难免带上了一丝焦虑。你又要在外面吃饭？这1个月你就没几天是和我坐下来吃顿饭的，更何况今天是……行了，别烦了，不就外面吃个饭，你至于吗？苏锦柔挥开了我的手，下一秒，大门在我的眼前关上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而我终于有时间说完接下去的话。空了的冰箱已经很久没有放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了。苏锦柔是在我抽完一整包烟的时候才回来的，她像是喝了很多酒，整个人都像是从酒罐子里捞起来的一样，臭味熏天。我看着她那张妆容已经有些皲裂的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初喝上一杯红酒就会脸红到不行的苏锦柔，如今已经千杯不到了。墙上的钟表指向了凌晨3点。苏锦柔显然没想到我还会在客厅里，惊讶之后的她立刻皱起了眉毛。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熄灭了手上的烟，揉了揉眉心。我们谈谈吧。我几天见到江胜了。苏锦柔脱鞋的动作顿了顿，随即是无所谓的语气。然后呢？我是听说过江胜的名字的，在和苏锦柔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恋人之间就应该坦诚相待，拉着我询问我过去所有的恋爱史，也将自己全盘托出。在苏锦柔的口中，她在大学时期喜欢了江胜3年，但当时的江胜在大学里实在是一个过于亮眼的存在，而她不过是所有暗恋他的女生之一。这一场暗恋自然是没有结局的。当时的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抱着苏锦柔的身体，一下下抚摸她的头发，告诉她，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珠宝，没有人可以拒绝她的爱，没有人。现在好了，她真的这么觉得了。林安让，你到底想说什么？苏锦柔走到我的面前，双手叉腰，她身上香水味混合着酒味刺激的，我忍不住皱起了眉毛。你是想说我出轨了吗？还是想说我会再续前缘？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的跟个小姑娘一样左思右想，疑心病这么重？拜托，我也会累的好不好？苏锦柔的声音就像是机关枪一样，打得我措手不及。我突然就开始怀念当初那个和我说上2句话都会脸红的她了。我低着头长出了口气，阿锦，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苏锦柔的声音便顿住了，她像是轻笑了一声，递给了我一个蓝色的领结。是因为这件事？我怎么会忘记呢？给你的礼物。我惊讶地抬头看她，而苏锦柔对着我眨了眨眼睛，像极了从前的模样。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就帮我泡个蜂蜜水呗，难受死了。她搂着我的手臂撒娇，我立刻就将什么江胜抛着脑后了。我和苏锦柔在一起2年，怎么能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就对他产生疑心？他说的对，我应该信任他的。这样想着，我低下头去想要亲吻苏锦柔的额头。然而在距离他的额头还有1寸距离时，我却看见了他脖颈上暧昧的红痕。怎么了？他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笑意。我握紧了手中的领结，深吸了一口气，没什么。他又是什么时候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成长到连说谎都面不改色的地步了？我因为苏锦柔的事情很长的时间一直心不在焉。原谅我没有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第一时间去和苏锦柔分手，实在是因为她毕竟和我恋爱2年，哪怕最后分开，我也想要救下她的性命。然而这一天下班的时候，上司找到我说江胜饰演的电视剧收视率大爆，晚上有一个聚会需要我去参加。小林啊，其实你早就已经可以升职去做分公司的经理了，这些年一直都没走。我知道是因为你的女朋友，但是男人嘛，还是要以事业为重。上司说的语重心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明白他的意思，与苏锦柔在一起1年之后，他就曾经告诉过我这件事情，但当时苏锦柔对我要离开这座城市这件事格外排斥，而我们那会儿还是热恋期，我在一时冲动之下拒绝了他。但如今今时不同往日，我朝着上司笑着点头，您放心吧，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没有想到这一场聚会苏锦柔也会出现。当她搂着江胜的手臂走进来的时候，我几乎捏碎了手中的酒杯。苏锦柔和我在一起2年的时间里，并未在我的公司里露面，加上我本人不喜欢私事被同事知晓，所以他们虽然知道我有个女朋友，但却一直都不知道对方的样子。我和苏锦柔隔着人群对上了视线，她的眼神有一瞬间的恐慌，似乎是想要逃离这个地方，但不知道江胜对她说了什么，她又很快冷静下来，甚至还有时间对着江胜打情骂俏。
江胜作为这场聚会的主角，自然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我冷眼看着他们上前敬酒，可却都被苏锦柔以江胜胃不好挡了下来。那些酒到最后全部都进了他的肚子里，就仿佛当年我保护他的样子。虽然早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可当我亲眼目睹的时候，我却仍旧觉得心痛。会场内的空气几乎让我难以呼吸。我走到了阳台上抽烟，思考着如何才能将事情的真相告知苏锦柔，却听见了他和江胜谈话的声音。你怎么没告诉我林安让也会来？他是公司里的员工，会来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还是说你不希望让他知道我们的事情，你不想和他分手，光明正大的和我在一起吗？江胜的声音带着漫不经心的笑意。我听见苏锦柔惊喜地问道，你要公布和我的关系吗？真的吗？原来他到现在都没有和我分手，是因为顾及着江胜啊。当然可以，只要你和他分手，我马上就能公开。我靠在墙壁上长出了口气，乳白色的烟雾徐徐升起，我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苏锦柔站在不远处，穿着白色的大衣，朝我笑得明媚动人。答案重要吗？不重要了。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之后就离开吧。烟蒂被我在栏杆上摁灭，我刚打算转身离开，却听见了苏锦柔开口抱怨道，我这段时间身体总是不舒服，还是怪你让我喝那么多酒，孩子都流产了。孩子？什么孩子？我猛地推开了门，对上了苏锦柔慌乱的目光。阿让。我的手再止不住的发抖。苏锦柔倚靠在江胜的怀中，看见我的那一刻，他还将自己蜷缩在了江胜的身后，仿佛只要这样就可以躲开我的视线。愤怒和不解在我的心中蔓延。他爱着江胜，所以如果和我分手我可以理解，但孩子是无辜的，那也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瞒着我，然后杀死了我们的孩子？什么孩子？我的声音沙哑，眼睛却死死盯着江胜身后的女人。她像是有些恐惧，但仍旧挺了挺脊背。我前段时间发现自己怀孕了，但现在孩子已经没有了。就是你看见的这样，我爱着江胜，我们分手吧，阿让。我几乎被他的话逗得笑出声来。他就是用这样轻松的语气说出孩子没了这样的话，又是用这样轻松的语气说出分手吧。我往前走了一步，江胜挡在了我的面前，笑着，可以毕竟是在聚会上，你也不想闹得太难看吧。我看着他，让开。江胜沉默了片刻，而后耸了耸肩，好吧，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掺和。他转身便打算离开，但却被苏锦柔拽住了衣角。很显然，他不想独自面对我。但江胜只是摸了摸苏锦柔的头发，我现在在上升期，你也不想被别人拍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吧，宝贝。江澄的语气是这样的理直气壮，但令人无语的是，苏锦柔竟然也松手了。好吧，你说的对。我冷眼看着那个始作俑者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现场，只留下苏锦柔一个人面对我。我深吸口气，想要努力压下心中的愤怒。苏锦柔，我可以和你分手，但江胜不是一个好人，他和你在一起别有所图，他够了李安让。还没等我说完，苏锦柔就已经一脸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阿胜很好，他工作优秀，人也很温柔，和你完全不同。你和我在一起的这2年时间里，你看看你自己，你有一丝一毫的进步吗？除了恋爱，你的脑子里还有什么？苏锦柔双臂环胸看着我，眼神里的嫌弃没有丝毫的掩饰。我从未想过，我在他眼里会是这样的。2年来没有晋升过的职位，是因为他日日陪伴在他的身边，是因为苏锦柔曾与我说过，他年幼时母亲便去世了，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都恐慌独自一人。我最害怕他的眼泪，推开了一切的社交，只希望我的阿锦能够快乐。可没想到，所有的一切如今在苏锦柔的眼中一文不值。我卸下了所有的力气，所有想说的话，如今在苏锦柔看来，只怕都是为了挽回他的胡言乱语。你在帮江胜挡酒的时候，已经知道你肚子里有我们的孩子了吗？苏锦柔愣了愣，点了点头，是。原来是这样啊。当初他抱着我，眼睛亮闪闪地说，
等日后有了孩子，我们就结婚，也是假的。我自嘲地笑了笑，2年的朝夕相处，我本以为自己在他的心里是无法割舍的存在，没想到到头来，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我以为而已。既然他急着找死，那就去吧。分手吧，苏锦柔，如你所愿。和苏锦柔分手的当晚，他就没有回家，想必是找了个地方和江胜好好庆祝去了。我答应了上司会去分公司入职，在这之前有1个星期的假期，可以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家里到处都是苏锦柔的东西，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和柜子上的合照，她抱着我，笑容灿烂明媚，但往事如过眼云烟罢了。第2日的正午，房门被人打开，苏锦柔看见我，有些不太适应地扭过了头。你整理一下东西，今天搬走吧。苏锦柔皱起眉毛来，显然有些不太习惯我冷淡的语气。这么快？阿让，你知道的，我没什么存钱的习惯，可能一下子没有钱出去租房子。苏锦柔一如既往地用委屈巴巴的眼神看着我，但已经不能让我心中浮现哪怕一丝一毫的怜悯与心疼了。我扯了扯嘴角，语气嘲讽，是吗？那就去住你新男友家里呀，一个大明星连房子都没有吗？你一定要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吗？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能给他惹麻烦。苏锦柔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声音也变得高昂起来。公众人物，是为了给自己真正的爱人腾位置吧？毕竟现在苏锦柔已经和我分手了，她的爱人醒来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念及至此，我竟然有些幸灾乐祸。苏锦柔知道事情真相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哦，所以呢，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看着手机上的飞机票，眼睛都不抬的让苏锦柔赶紧整理好东西搬出去。她却压低了声音问我，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阿让，绝情？他替别的男人挡酒，害得我们的孩子死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绝情呢？我嗤笑了一声，没有搭理苏锦柔的话，而他大约是见我心意已决，到底还是老老实实搬了东西。苏锦柔这2年仗着有我撑腰，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是完全花完的。如今离开了我之后，何去何从我并不知晓，也不关心。等他离开之后，我将所有的合照打包了准备扔掉，却在一张合照的后面看见了苏锦柔写下的话：阿让和阿锦要长长久久一辈子，长长久久一辈子。我的指腹轻轻抚摸着上面的痕迹，但最终还是闭上了眼睛，将那合照扔进了垃圾桶。反正到了现在，也不过是一句谎话而已。当天晚上，我就知道苏锦柔去了哪里。她还是住进了江胜的家中，但却被媒体拍到了合照。合照里的江胜包裹严实，倒是苏锦柔惊慌失措的神情完全暴露在了闪光灯之下。底下的评论区里都是江胜粉丝的谩骂，他们将苏锦柔看作是倒贴上去的不知羞耻的女人。到底有过2年的情分，我本想问一问她是否安好，可打开聊天界面那一刻，我却看见了她朋友圈的最新一条动态，是今天下午的一张搬家的照片，配文拥抱新生活和年少时候的爱人。我看她是好的不得了。我抛弃了慰问她的念头，一心一意开始打理家中的杂物。过段时间上任之后，我大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会回来了。这个住了许久的屋子，也终究只是过去的回忆而已。然而夜间，我却接到了苏锦柔的电话：阿让，我在医院，你可以来陪陪我吗？等我意识到的时候，我的人已经坐在车里了。我在内心鄙夷自己的行为，但是想到刚刚苏锦柔语气里的不安和惶恐，身体却不受控制地行动了起来。这大概是这2年时间里的条件反射，总是会下意识地去解决苏锦柔的所有问题。她独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见我之后，眼睛里就蓄满了泪水，甚至朝着我伸出手来。我没有坐在她身边，只是靠在了墙壁上看着她。怎么回事？苏锦柔意识到了我语气里的冷漠，咬着下唇低下了头。在她的诉说里，她今晚独自一人回家的时候遇见了江胜的脑残粉，对方直接将她推倒在了路边，甚至还狠狠打了她好几个巴掌，直到苏锦柔被吓晕过去，对方才马不停蹄离开了现场。阿让，我真的很害怕，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苏锦柔说着，捂着脸哭了起来。如果换作是从前，我一定会把她抱在怀里好好的安慰，但是现在我已经很清楚，在苏锦柔柔弱的外表之下，她有着什么样的内心。这样可怜的模样在我眼里毫无效果。我平静地问道：江胜呢？苏锦柔耸动的肩膀顿住了，她抬起头看向我。阿胜还在工作，我给他打了电话，但是他说让我找医生就好，合着是正牌男友不在，所以来找我安慰了。当我是舔狗吗？我冷笑了一声，转身就打算离开。苏锦柔却着急叫住了我：阿让，你去哪里？回家。阿让，别离开我好吗？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情，但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恰到此时，屋外突然响起了一声雷鸣，苏锦柔的声音立刻就消失了。她的母亲是在一个打雷下雨的天气里去世的，自那之后，她最害怕的便是雨天。我心中暗自叹了口气，转过身去，就看见苏锦柔呆呆地坐在床上看着我，身体因为恐惧而轻微颤抖，那双小鹿一般的眼睛里满是迷茫和对我的依赖。我到底还是没有离开。懦弱也好，心软也罢，我没有办法放任这样的苏锦柔一个人。就像是当初我父亲因病离世，也是苏锦柔日夜守护在我的身边，让我从悲痛之中回过神来。我坐在了病床边，伸出手犹豫了片刻，还是机械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好了，没事了，我在这儿呢。苏锦柔眼中的泪水顷刻之间就落了下来，她抓着我的手啜泣着：阿让，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伤害你的事情？明明你对我这么好，这样爱我，阿让，谢谢你陪着我，真的很谢谢你。我的苏锦柔的话音刚落，病房的大门就被人用力打开了。是匆忙赶来的江胜，他身上的衣服甚至都有些凌乱。看见我，江胜的眼里闪过一丝阴郁，但他很快就掩饰好了情绪，走到了苏锦柔的身边。你没事吧？在江胜出现的那一刻，苏锦柔就已经松开了我的手，她的眼里又只能看见江胜一个人了。我擦着江胜的肩膀离开，那一瞬间，我又听见了江胜的心声：宿主，还好你来得及时，差一点就功亏一篑了。妈的，苏锦柔可真够水性杨花的，谁对她好她就喜欢谁，所以刚刚苏锦柔是又要对我动心了吗？我无声地笑了笑，在苏锦柔扑向江胜怀中的那一刻离开了。医院外，我点燃了一根烟，将口袋里的蓝色领结扔在了垃圾桶里。这是最后一次了，阿锦。苏锦柔果然再没有找过我，但是她的朋友圈里每天都在更新和江胜的日常。江胜似乎是被那天晚上吓到了，终于意识到在他真正的爱人苏醒之前，苏锦柔就是他的续命丹药，这段时间就差把他当作是菩萨一样供起来了。我也终于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看书看电影，一个人出门买菜，一个人回家烧饭。那些我原本以为的戒断反应全都没有出现，仿佛苏锦柔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只是偶尔看见和他有关的东西，难免还是会有些恍惚。再一次得到苏锦柔的消息，是我离开的那一天。网上铺天盖地的八卦新闻，江胜青梅竹马的白月光从植物人状态苏醒了过来，他不远万里地坐飞机前去迎接自己真正的爱人，而苏锦柔在这个故事里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配角，是一个对不爱自己的人死缠烂打的傻子。我又一次接到了苏锦柔的电话，思量片刻之后，我接了起来。阿让一如既往委屈的哭声，但这一次我却只觉得有些头疼。有事吗？苏锦柔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反应，她的哽咽微滞，但紧随其后的是更加颤抖的声音：阿让，江胜不要我了，他说他从来没有爱过我，我该怎么办？我揉了揉自己的眉心，登机的时间就要到了，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和苏锦柔耽误。苏锦柔，你问我这个问题不觉得好笑吗？你在和江胜出轨，害死我们孩子的时候，有想过我要怎么办吗？从始至终你的脑子里只有你自己所谓的爱情和幸福，既然这样，得到了爱情的你不开心吗？又有什么好哭的？苏锦柔没有想到我会用这样冷漠的语气和他说话，他啜泣着，
诉说着自己的不容易。阿让，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我是做错了，但这个错误就不能被原谅吗？阿让，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你从前明明你也说了是从前，抱歉，我还有事情，你找你其他舔狗抱怨吧。我毫不客气挂断了电话，然后上了飞机。新公司入职的事情很多，我不仅要适应公司全新的节奏，还要去找租房。一段时间下来，我就像是连轴转的陀螺，完全把苏锦柔的事情抛之脑后。可我没想到，他竟然会找上门来。在家门口看见蹲在楼梯上的苏锦柔时，我一度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直到他抬起头看向我，苍白的脸色，泛红的眼圈，还有消瘦了很多的脸颊。看见我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里陡然出现了璀璨的亮光，但我已经不会为了这样的他而心动了。我停留在他几步远的地方，语气疲倦：“你来干什么？”刚刚还满脸欣喜的苏锦柔顿时变得有些不知所措。我去你家找你，结果他们说你搬家了，我就又去了你的公司，遇见了老板，他说你来了分公司，然后我找了很多人，才知道你住在这里。苏锦柔说着，吸了吸鼻子。已经入冬，但她的衣服明显过于单薄了。我没有理会她的话，绕过她走到了门前。那你找到了，可以走了吗？我打开了房门准备进去，苏锦柔却急忙开口道：“阿让，我生病了。”我回过头看向她，苏锦柔对我露出了一个有些惨烈的笑。绝症，医生说没多久好活了。这就是系统口中的一命换一命。我让苏锦柔进屋了，把一个绝症患者关在外面受寒，我还没有绝情到这个地步。谢谢。她接过了我手中的热水，蜷缩在椅子上，半低着脑袋。只是一段时间没见，苏锦柔却憔悴了很多，她身上的活力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部都消失了。苏锦柔的声音沙哑，轻声道：“这可能就是报应吧，我伤害了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所以现在轮到我了。江胜抛弃了我，他去国外找了他的白月光，你说好不好笑？就像是所有的事情和惩罚在我的身上全部出现了，但凡他有那么一点点的犹豫，我也不至于。”苏锦柔深吸了口气，把那些难以抑制的哽咽重新吞回了肚子里。他抬起头来，对着我笑了笑：“其实我也没什么事情，我就是想看看你过得怎么样。既然你过得还不错，我也就放心了。”阿让，对不起，现在我才知道当初的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也不奢求你能原谅我，但我还是要说对不起。苏锦柔将水杯重新放在了桌子上，转身便要离开。我纠结了很久，还是叫住了她：“苏锦柔，关于江胜，我把江胜和系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苏锦柔。”她从一开始的不敢置信，到最后的痛哭流涕。我眼睁睁看着苏锦柔蹲在地上，脸上满是泪痕。她一边笑着一边痛哭，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喜欢，全部都是假的。她只是为了救她的白月光而已。多讽刺啊，阿让，多讽刺啊！我为了这样一段虚假的关系，竟然搞丢了自己真正的爱人。苏锦柔哭得很丑，五官全部都拧巴在一起。她哭着哭着就开始干呕起来，在角落里蜷缩成一团。我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她接受这个令人绝望的事实。所以那天你想要和我说的，其实是这件事情。是。她抬起头看我：“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杀死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想要告诉我？”我挠了挠头，叹了口气：“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吧？”苏锦柔呆滞地看了我片刻，然后笑了：“你是个很好的人，阿让。我总是觉得江胜会和我在一起，就意味着我和从前那个懦弱的女生不一样了。我变得更加优秀，更加强大，足够有能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但我错了，我所有的优秀和强大都是你给我的，是你帮助我的。我最大的错误就是用一个男人来证明我不一样了，所以我得到了报应，这是我应得的。阿让，对不起。”苏锦柔从地上站起来，擦干了脸上的泪水，她的声音几乎算得上是撕裂，明明带着笑容，但看起来却难看到不行。我张了张嘴，想要说些安慰的话，但到头来还是没能说出口，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苏锦柔离开的时候，我问她接下去的打算。
他的声音轻柔的就像是耳语，原本想要去医院治疗，但如今治疗是不可能会好的，我注定会死，那还不如在死之前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5天之后，我知道了苏锦柔口中有意义的事情究竟是什么。网上突然爆出了一段音频，是苏锦柔的自述。她将自己和江胜在一起恋爱的消息全部都发了出来，包括2人的合照、聊天内容，甚至是江胜怂恿她劈腿一事。音频仅仅是一个晚上的时间就火遍全网，江胜深爱白月光的人设彻底崩塌，他所有的粉丝都在网上控诉他的人设和炒作，大喊着自己粉错了人。当然也不乏有些粉丝跑去苏锦柔的微博下骂人，但苏锦柔立刻发出了自己的绝症诊断书，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巴。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已经命不久矣了，也不希望江胜好过。又过了几天，网上爆出消息，江胜因车祸去世了，而在他的副驾驶座上的女人赫然就是苏锦柔。车子的后座上还有一个袋子，袋子里全部都是现钞。原本还在为江胜辩解的粉丝，此刻都必须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回去参加了苏锦柔的葬礼，在葬礼上，我见到了江胜的爱人，是一个容貌秀丽的女人。她在葬礼后主动找我说话，问我是否是苏锦柔的男友。之前是，后来不是了。我想点根烟，但考虑到女士在场，只能作罢，却没想到她主动问我要了一根。我和她站在路口看着远方的夕阳，一时之间2人都没有说话，直到她出声打破了这一片寂静。我昏迷的时候，灵魂一直飘荡在江胜的身边，看着他为了救我接近苏小姐，看着他引诱苏小姐爱上他，插足你们之间的感情，让你们2人分手，然后诉说着对我的思念。你是不是很感动？他嗤笑了一声，感动？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植物人吗？我诚实地摇了摇头。4年前，我认识了江胜，对他一见钟情，但那个时候的江胜肆意玩弄着我的感情，侮辱我，辱骂我，直到我无法忍受，决定离开他而去，却在离开的当天，与江胜遭遇了车祸。是他亲手把我推出去，挡住了那辆车。我的手一抖，烟灰落在了地上。我本以为江胜至少对他应当是全心全意的。我昏迷之后，他夜夜在我的床前哭诉，后悔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说他爱我。多可笑啊！他在我昏迷之后才开始说爱我。女人把烟蒂踩灭，转过身看向我，江胜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他不爱我，也不爱苏小姐，在他的眼里只能看见他自己而已。所以你也没必要为了他们2人的事情觉得痛苦自责，这一切不过是自作自受罢了。女人临走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添加了联系方式，而我裹紧了身上的衣服，吐出了一口浊气，突兀地笑了起来。自责，痛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一个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女人会做出什么事情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君子报仇10年不晚。至少那个没能见面的孩子如今可以安息了。我最后看了一眼苏锦柔的遗照，转身离开了。与他们不同，我的未来还很长。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谢谢大家。